Hello，大家好。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3D Max 里面要怎么样去把我们这个物件去知道它的尺寸，以及说把它调整成你希望的大小。那以前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会在这个缩放工具这边右键，然后去计算它要怎么去加减这个百分比，对不对？那我最近在3D Max 里面有发现一个功能，在 Editor 这里的 Transform Toolbox 这里，按一下。那它会出现这个视窗啊，那这个功能很有趣哦，它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像是旋转之类的一个动作。今天要讲的是底下的 size 的部分，那你可以在这边按 Get Size for Aperture， 那它会再跳出一个这样子的小画面。好，那这就是这个物件的尺寸。那我这个时候呢，在旁边如果再拉一个box，它这尺寸不会变哦。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现在的大小。好，接下来它的 size 这边你可以去调整。好像我现在是那我20，那我按一下 Set Size， 它就会把它变成一个20×20×20的一个桌子。好，那我今天如果是希望是 X 轴是60，就打60，Y 轴打60，高度30，像这样子。那它有个功能，旁边的向上功能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去取得你现在这个物件的尺寸。比方说，像我刚才拉高了 Z 轴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 Z 轴是49.962，46.96926。那我按一下这个向上箭头，它就会在这边 get 它的尺寸哦，你就不用去找然后去设定跟你想要的尺寸就好。然后旁边这个 R 呢，它不是 reset 哦，它是 reset as phone。就是我们常常用的这个清除历史的工具。那它按下去以后呢，它并不会在你的 modify 这里去新增，像这样子，不会在这边新增这个指令，它就是直接帮你合并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功能就介绍给大家，就是 Transform Toolbox 介绍给大家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丈量这个的尺寸，上下的尺寸的话，就到加号的这个三角尺这边有个 Tape 这个工具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去丈量，它会出现在这里。那如果你下一次想要去知道说，这个你的桌面高度是多少的时候，你就点到 Tape， 找到 Modify， 这边就可以显示了。大概就是这样。那这个功能呢，有个缺点就是，如果你今天你希望你的桌板的厚度是10公分，你经过这样变形的话，这个桌板的10公分可能就会不准。这个就是唯一的缺点而已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如果它是一个 group 的物件的话，它在变形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怪怪的。但是 get aperture 这个可能就没有用。像 Z 轴向上，它就像这样子。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，而且它会就是整个就是怪怪的啦，所以会建议在使用的时候，请把物件全部都合并成一个。你把它合并起来以后，它就会比较正常。好，就是这样子啦，谢谢大家。